为了明天举行的园游会，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去超市采买班上摊位要使用的食材。在挑选鸡蛋的时候，狐狸猫突然想到一个点子：如果我们摊位的鸡蛋能孵出小鸡，一定能在园游会上吸引到更多客人。于是他问了小树蛙，哪个品牌的鸡蛋可以孵出小鸡？但是小树蛙回答他：超市买不到这种鸡蛋的。狐狸猫疑惑地问：为什么超市的鸡蛋不会孵出小鸡？你试着回想我们之前学过的单套染色体和双套染色体。双套染色体的细胞内含有成对且大小相似的染色体，而单套染色体的细胞则不具有成对的染色体。可是这跟鸡蛋孵不出小鸡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大多数生物的细胞都有双套染色体，我们身上的细胞也不例外。可是超市鸡蛋里的卵细胞只有单套染色体，所以没办法孵出小鸡哦。那母鸡为什么要下这种鸡蛋呢？还记得我们每个体细胞内有46条染色体吗？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由爸爸的精子与妈妈的卵子结合而成的受精卵发育而来的？对啊。可是如果爸爸的精子有46条染色体，妈妈的卵子也有46条染色体，它们精卵结合后，不就形成了有92条染色体的受精卵吗？这样我不就变成别的物种啦？哈哈，不要紧张啦，你跟你爸妈还是相同的物种哦。那我多出来的那46条染色体跑去哪里了？其实你本来就没有多的染色体哦，因为精子与卵子本来就只有23条染色体而已。鸡蛋里的卵细胞也只有母鸡的体细胞染色体的一半哦。哦，原来如此啊！这样一来，不管是人类还是鸡的受精卵染色体数目，就会与它们的爸爸妈妈相同。也就是说，生殖细胞的染色体数目会变成只有体细胞的一半。精卵结合后，子代的染色体数目就可以跟亲代染色体数目相同。你说的没有错哦。另外，生殖细胞中的那一半染色体也不是随便挑的。你还记得我们的染色体有23对吧？我记得啊，你之前有说过，依据它们的大小形状，还可以将它们从1号编到23号。没错哦，我们生殖细胞中的那23条染色体，就是从这23号中每一个编号各挑出1条的。另外，因为鸡有78条染色体，也就是有39对，一样可以从每一对染色体中挑出1条，形成生殖细胞。原来这些染色体还有特别挑过啊！那么母鸡要如何让鸡蛋带有单套的染色体呢？我问你哦，双套变成单套，发生了什么事情？染色体的数目减少了啊！没错，其实细胞会进行一种特殊的分裂方式来减少染色体的数目哦。这种分裂方式的名字就说明了它的功能，减少染色体数目，所以它就叫做减数分裂。还真是一目了然呢。可是减数分裂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不太清楚哎。明天一起去问生物老师吧。好啊。细胞进行减数分裂后，染色体有何变化？ A. 染色体数目减半。 B. 染色体数目不变。 C. 染色体数目变2倍。 D. 染色体数目变4倍。正确答案为 A。
在园游会开始前，他们去办公室找生物老师请教昨天讨论到的问题。老师，细胞是如何进行减数分裂的？你们还记得细胞分裂是如何进行的吗？我还记得，细胞在进行细胞分裂前会复制染色体一次，然后细胞才会分裂。其实，减数分裂与细胞分裂相当雷同，只是减数分裂又多了一个步骤哦。是不是又多了一次分裂啊？因为减数分裂要减少染色体的数目，我是这样猜的。狐狸猫说的没有错哦，因为在减数分裂前也会先复制染色体一次，所以一定要再分裂一次才能减少染色体的数目，要不然就跟细胞分裂没有差别咯。小树蛙好奇地问：那细胞分裂与减数分裂除了过程的差异外，还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你们想想，细胞分裂跟减数分裂后各会产生几个细胞？细胞分裂只有分裂一次，所以只有2个。减数分裂因为分裂了2次，所以会产生4个细胞。小树蛙讲得很好哦。另外，因为分裂的目的不同，分裂后细胞的染色体配对情形也不一样哦。以我们的身上细胞为例，几乎都具有成对的染色体。细胞分裂的目的是增加细胞数目，所以分裂后的细胞也具有成对染色体。你们想想看，减数分裂后，细胞染色体的配对情形有什么变化？我知道，老师，你会这么问，一定就是因为会变化吧？那减数分裂后的细胞染色体应该会不成对，可是为什么啊？因为减数分裂后，细胞的染色体只会有每一对的其中一条而已。也因为不成对，所以妈妈的卵细胞跟鸡蛋都只有单套染色体哦。狐狸猫答对了，小树蛙也讲解得很详细。看来你们已经了解了减数分裂。下列何者为减数分裂的正确过程 ？A. 染色体复制一次，分裂一次 ；B. 染色体复制2次，分裂1次 ；C. 染色体复制1次，分裂2次 ；D. 染色体复制2次，分裂2次。正确答案为 C。又到了课程尾声，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整理吧。1. 减数分裂功能：产生染色体数目减半、不成对的生殖细胞，以确保精卵受精后能够维持子代染色体数目和亲代相同。过程：细胞进行减数分裂前，染色体会复制1次，接下来细胞会进行2次分裂，完成整个减数分裂的过程。2. 细胞分裂与减数分裂的比较。细胞分裂与减数分裂都是细胞会进行的分裂方式。1. 复制次数，2种分裂方式的染色体皆复制1次。2. 分裂次数，细胞分裂1次，减数分裂2次。3. 子细胞数，细胞分裂产生2个子细胞，减数分裂产生4个子细胞。4. 染色体数目，细胞分裂的子细胞染色体数目与母细胞相同，减数分裂的子细胞染色体数目为母细胞的1半。学了这么多，让我们再动脑想想，减数分裂产生的细胞能否发育成一个新个体？相信聪明的你们都能找到答案。下次见喽，拜拜。